400年没下过雨的世界旱疾。在南美洲西海岸中部区域，有一片名为阿塔卡马的沙漠，其总面积大约有 18.13 万平方公里，在安第斯山脉和智利海岸山脉之间，沿南北方向绵延了大约1000公里。尽管这片沙漠在地球上的众多沙漠中显得并不是特别巨大，但它却拥有一个世界之最，那就是它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所以这里也被人们称为世界旱疾。阿塔卡马沙漠有多干旱呢？这样说吧，虽然地球上的沙漠通常都非常干旱，但在很多沙漠地区，一年之中多多少少都会下点雨。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撒哈拉沙漠，其一年平均降水量就有大约76毫米，但阿卡塔马沙漠的平均年降水量却连 0.1 毫米都没有。而根据相关的记载，在阿卡塔马沙漠中最干旱的区域，从1570年至1971年，整整有400年没下过雨，以至于当地人甚至不知道雨伞是何物。为什么阿塔卡马沙漠会如此干旱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片沙漠的东西两侧分别是安第斯山脉以及智利海岸山脉，这两条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湿润空气，进而形成了两侧的雨影效应。所谓雨影效应，是指一种由于地形的影响而导致降水在不同区域出现明显差异的现象。简单来讲，当湿润的空气流遇到山脉时，会被迫上升，随着高度的增加，空气会膨胀和冷却，水汽凝结成云和雨，所以山脉的迎风坡经常会出现大量的降水。而当空气流越过山顶后开始下降到背风坡时，空气会被压缩和加热，水蒸气会蒸发，云层会消散，所以山脉的背风坡就会出现干燥的气候，这就被称为雨影。除此之外，阿塔卡马沙漠还受到了2个不利于降水的自然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阿塔卡马沙漠处于高压带，高压带是指大气压力高于周围地区的地方，通常伴随着空气下沉和晴朗的天气。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南纬18度至28度之间，这里是赤道附近上升的热空气向两极流动后下沉的地方，正好属于高压带。当空气下沉时，会受到压缩而变得更热，这使得其中的水汽更难凝结成云和雨。第二个因素是阿塔卡马沙漠受到了秘鲁寒流的影响，这条寒流从南极洲一直流到秘鲁和智利，使得海水温度远低于正常水平。由于海水温度低，海面蒸发量也低，导致空气中缺乏水汽，同时寒流还会使得海岸地区的温度降低，形成一个稳定的逆温层，这会阻止空气上升和混合，从而抑制云层和降水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阿塔卡马沙漠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很多区域甚至连细菌都极难存活，并且其地表物质普遍含有一定比例的铁氧化物，使得其中不少区域的地表都呈现为红橙两色，其地表环境很像火星。正因为如此，这里也曾经被作为测试火星车的场地，用以模拟火星车可能在火星上遇到的自然环境和挑战，而一些有关火星的科幻电影也曾经在这里取景。尽管阿塔卡马沙漠被称为世界旱疾，但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这里。那么在如此干旱的地方，当地人是怎么获取水的呢？他们其实有很多途径，比如说从地下水井中获取水，或者是利用水渠和管道引入其他地方的水。在有些区域，人们为了获得足够的水，甚至还会动用卡车来运送。除了这些常规的途径，人们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取水方式，那就是从雾中收集水。阿塔卡马沙漠的雾主要来自太平洋上的寒流和海风，当太阳升起时，海面会受到辐射而加热，产生一些局部性的蒸发和对流，这些对流会将一些水汽带到逆温层以下的空气中，进而形成雾气。与此同时，由于海陆温差的气压差，海风会将这些雾气吹向内陆。也就是说，阿塔卡马沙漠是有雾的，特别是在一些海拔较高的区域，经常会出现浓雾，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水资源。所以这些区域的人们会使用一种细密的网状结构，将雾中的水滴捕捉下来，然后再让这些水滴汇入下方的收集槽中。
这种方式收集到的水其实不算少，根据测算，在有浓雾的情况下，每平方米的网状结构每天可以收集到几升到几十升的水。顺便讲一下，由于这里海拔高，平均值在4000米以上，最高可达6000米，并且几乎不存在云层，空气干燥，基本上没有光污染和无线电干扰，因此这片沙漠也是世界上进行天文观测的极佳地点。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观测任务有不少都是在这里进行的。